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建成。今天是2023年8月26号星期六，有收到一台裁缝机，它是 Toyota 的品牌。那我先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它这边应该是日本制造的，因为上面都是日文的。然后看有没有型号，有。那它的型号是 NS3 2D L 型的。机种名称是 NH7600， 它是100伏特的电，然后60瓦。初步看它应该是没有缺零件啦。然后它这边是这样子开，这样子。然后一些相关配件是没有看到。电源它是直接拉线出来的，所以设计的还算方便。那我初步给它插电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稍微检查一下，发现是这个开关坏掉，它没有办法切了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这个电源开关坏掉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更换这个电源开关。那缝纫机的一些结构，我个人是不太熟悉的，所以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先看一下怎么样去拆。那我先把它拆起来，再分享给各位观赏。那我已经将这个电源夹拆下来了。那因为它是整组线都是连接在这边的，然后它里面这边还有一根螺丝，但是它是固定在里面这个基座的，所以变成我前面这个盖子要把它拆掉，然后要先把马达拆下来，然后拆下来以后再将这个电源线拆下来，然后它们都是连接到这一个板子的，所以这边的空间是非常小的，这个你不拆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换，所以这边在拆的时候一样。就是先拍照，将所有的排线拍照，后续再装的话比较不容易忘记。那我将这个电源夹这边整组拔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拆开了，就是为了拆这一个螺丝而已，就变成要把整个外盖全部拆下来。这个拆掉以后，它后面还有2个螺丝，一样把它拆掉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更换这个开关了。所以是坏的东西很简单，但是你光是要更换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拆下来更换。就这样子，就是坏这一个而已。那接下来我就是去找一个开关，随便找一个报废的家电，不要的家电，只要有这种开关的就把它拆下来，因为这种规格大致上都是一样的。那这样子切起来应该是正常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换过去。那我们这样子就将开关更换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再把它装回去。我们这边就是对孔以后，把它锁上去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一块安装回去。那它这个有做防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装错。它应该是里面这一根要先锁，我们先把这一根锁上去。那这样子这2根螺丝就锁上去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回去。不过我想装回去之前，我们先测试一下好了，要不然到时候装上去坏掉又得拆一次。那我们通电，好，有了，这边的灯有亮了。还要找一个启动源，它是用脚踏板的，刚好有找到一个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马达有在动了。OK， 那这样子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装这个。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换过来这一边会比较好安装，所以我还是直接把它换个边，换过来这一边应该会比较好安装一点。里面就是2根螺丝把它锁上去，
那这边锁好以后，我是先把这一块拆下来，因为它会挡住，所以我这样子比较好作业。那这一块最后再装应该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电源，它的电源是在后面这边，这样子。哦，那没办法，这一块还是要先装，要不然到时候装上去这个就没办法装了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边就是这样子拉过来。马达可能要先装，最后我们再将所有的线一起弄好。然后马达一样，这边2根螺丝而已，我们直接把它锁上去。然后稍微转一下，看有没有问题。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线剪好。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线稍微整理一下。那我们把这边做一个束线带。这边一样再做一条，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。那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边的线有一点难收，我先看能不能处理一下。那我这边底盘这边给它加了一个铁饼，小的铁饼，这样子增加一点点高度，它就比较不会变形，然后再拉就会比较顺。电源线这边完成以后，我们先把前面这一个接上去，然后这一块有2个连接线，那短的就是这一个，长的就是这一个。那我们直接把它装上去。不过通常我还是会确认一下啦，毕竟我已经有照相了。没有错，黑色的在第一个，然后这一条是这一个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那这边要上2个螺丝，直接把它上去。然后这边有1根螺丝，然后这个空间里面这边还有1根螺丝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底盘装回去。这几根螺丝锁上去应该就可以了。那前面这边我本来以为它这个外盖这边有螺丝，结果没有。那这边已经拆起来了，我们在这边先保养一下，加一点油。反正就是转动的地方，你给它加一点油，做一个简单的保养。那看有没有生锈的部分，那我这边看起来这边是可以给它喷一点 WD-40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装回去。那接下来这个盖子，那最后就是收纳盒，直接装上去，这样就组装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再测试一下。那我们测试一下。它好像有缓启动的功能，对，这样还不错啦。然后关掉 ，OK， 开启。然后功能的切换应该也是可以的，功能切换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写日文看不懂。那我在做影片编辑的时候，发现有一段没有录到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检查这个电源开关的时候，确定是电源开关的问题。然后我在更换的时候，我是直接把这边
拆起来。拆起来的时候，发现整个线是没有办法拉出来的。那你如果手比较巧的人，你是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更换，这样子你就不用去拆整台机器。那我在拉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这样子是不好作业的，所以我才会选择把整台机器拆掉。这一点是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说，你要这样子更换还是拆机更换。我是怕有些人跟我一样，一次就把它全部拆掉，然后到最后装不回去，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讲解一下。当我装完的时候，我才想说，如果这个电源开关很容易坏的话，那我下次在做维修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可以把这2条线加长一点，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是还有空间的。那线加长一点的话，如果它下次又再坏的话，我就不用整台拆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做一个更换，甚至这边可以改成做快接的，这样子以后就不用那么麻烦再拆整台的机器。那你如果跟我一样是有开关损坏的问题，那我这个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补充说明就说到这边。那我这一台 Toyota 的缝纫机电源开关更换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